亲爱的，你好，欢迎来到 Jessie 的塔罗牌占卜频道。今天为你准备的大众占卜，让我们来接受一下宇宙当下给你的指引，看一下他想告诉你哪些事件。既然你已经打开了这个视频，那么就代表着你一定要聆听，一定要接收，其中一定有宇宙给你提示的重要的启示，给你做一些引导，给你做一些指引。希望你在当下的生活中去调整一下自己某些方面的节奏，希望呢你可以创造更美好的世界。除此之外呢，也代表着你的守护天使非常深爱着你，你的指导灵希望通过今天的视频呢，给你一些小小的力量，让你在思想上面有一些转变，或者是让你在自己的行为模式上面有一些转变，从而创造更美好的未来。那今天分为3组塔罗牌组给大家做指引哦，每组牌卡都是完全不同的讯息。左边是第一组，中间是第2组，最右边是第3组。哪一组牌卡的图片给你最深刻的能量呢？让你最想点进去聆听？在我们视频下方的信息栏有每组对应的时间，当你选择好之后，点进去聆听就可以了。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如果今天的视频对你有用的话呢，也请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帮助你的朋友创造更美好的未来，分享宇宙给予爱的这份指引。同时也感谢朋友们一直的打赏，一直的点赞。如果你需要我帮你做私人占卜的话呢，在我们视频下方的信息栏就有我的联系方式。那关于今天的占卜视频哦，希望给你任何方面的启发作用，希望你可以接收到宇宙对你的爱。选择好了吗？那接下来开始从左至右的顺序为大家进行牌卡解读占卜咯。Hello， 亲爱的，选择左边第一组牌卡的你，我们来接受一下宇宙给你的智慧指引。我们将一张牌卡一张牌卡的来看。首先你选择的这张牌卡是潮起潮落。我们知道海洋的潮汐都是会有潮起潮落的时刻的，就像我们自己的能量水平一样。渔民对潮汐了如指掌，这意味着他们总是知道什么时候去钓鱼，可以钓到最多的鱼。如果我们对自己每天的能量水平的起伏是在很清楚的状况之下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让我们自己有更好的输出。希望你知道，我们的能量水平，我们的能量供应会随着每一天中的每一个小时而下降或者是上升。每个人的能量也是会在当天有起起落落的。每天或者是长期管理我们的能量和动力的起伏是非常重要的。当你管理这些周期而不是忽略它们的时候，其实你的工作效率会高很多，但更重要的是你也会更加的快乐。最不应该的就是在我们每天能量最低的时候呢，去push自己，去逼迫自己去做一些很费体力或者是脑力的事情。其实这只会让我们更加的精疲力尽，或者是陷入到一些迷失，陷入到一些困境，取得错误的一些效果。所以清楚我们每天每个阶段的能量水平状态是非常重要的。但有些时候呢，很多因素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能量水平。比如说一个人可能知道他整个早上都会是在一种精力充沛的状态之下，适合安排忙碌的工作。直到午餐时间过后，他的精力就会变得低落。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给自己适合安排一些比较轻松的工作，比如说回复电子邮件。然后在下午3点钟左右的时间呢，他可能会很疲倦了，所以会安排需要小睡一下。当然这也取决他午餐的时候他喝的是啤酒还是水，所以可以自己掌控。另外一方面呢，另一个人可能有完全不同的模式，他可能是要到早上快结束的时候才起床，在房子里闲逛一下，做一下瑜伽，听一下音乐，然后呢到下午2点，从吃完午餐2点以后一直工作到午夜。显然他是一名自由职业者，因为他知道自己早上工作可能会非常的没有能量，或者是呢他比较喜欢睡懒觉，如果自己没有睡醒就工作的话呢，可能会在工作上面的效率非常的低。
所以亲爱的，你必须现在开始观察了解你的能量水平在一天中是如何变化的，并且注意能量的潮起潮落。一旦你知道你一天之中什么时候最有效率，或者是最累，什么时候是有高能量的时候，什么时候是有低能量的时候，当你很清楚之后呢，你就可以很好的去安排你每天的生活节奏，知道在什么时间去push自己，可以让自己在工作上面啊，或者是在自己的这种状态上面是更加的乘风而起的。那什么时候呢，就不要去逼迫自己，让自己放松，睡一睡小觉啊，或者让自己休息一下，听一下音乐，喝一杯咖啡啊。这样的话呢，你就尽可能的会发挥你优秀的能量水平，并且享受幸福美好的每一天。所以宇宙指引你哦，现在你开始要去了解自己在每天什么时间是怎样的一种状态，清楚之后，你就可以很好的安排你自己，那么就可以在每天都做事半功倍的事情了。那第二张牌卡就是释放自己，并且呢，我们也感受到这张牌卡的能量是在雨中释放的一种状态。其实我们常常认为下雨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人们很容易忘记雨是生命的血液。其实它滋养我们，提供空气和食物的植物，它也可以冲走街道上的污垢，让我们保持清洁和健康。在我的生活中，我看见很多人都会怕晒太阳啊，或者是怕淋雨啊，有的人呢怕去河流里面游泳啊，那有的人怕去登山，会觉得很疲倦啊。实际上，当你越是远离大自然，你越会容易获得身心灵不健康的疾病。希望你知道哦，下一次在你附近下雨的时候，请花一点时间去享受它。如果可以的话，在雨中去散一下步，没有什么比在下雨天更能洗去你生活中可能面临的任何消极的情绪了。如果你头顶上的那些云彩变成乌云，变成灰色的话呢，不要希望它们快消失，相反，拥抱即将到来的毛毛雨，花点时间走出去，在雨中漫步，呼吸凉爽清新的空气，感受身体的放松，或者打开几扇窗户，让你的家充满雨水带来的这种新鲜感。给自己倒杯热茶，躺在舒适的毯子里，听着银色的水滴落在屋顶上的声音，让你的身体放松，并记住下雨象征着新的开始，让雨水激励你去做出一直想做的改变，让雨水洗去你一直感到的恐惧或者是焦虑，让雨水让你安心。所以亲爱的，请与大自然的神奇节奏和过程保持一致。如果下雨天你在外面去淋雨的话呢，你会感觉非常棒的，而且会将你的烦恼一扫而光，并且会释放很奇妙的这种快感。然后随着太阳再次从云层后面出现，你的消极情绪、复杂的能量都会被消除，就像雨后的这种小草一样，它们是非常的绿油油的，充满着生命的活力，得到滋养，感受释放。相信我，当某一天下雨之后呢，去感受一下自己走在雨中，去释放这种任何情怀的状态，你会有一种油然而发的新生能量的。所以宇宙告诉你哦，不要去远离大自然，希望你可以尽多的跟大自然进行接触。好，接下来我们这边出现的牌卡是整理橱柜。其实在居家风水里面哦，厨房是我们的财库，而厨房中的橱柜呢，就是我们的暗财库。橱柜的干净整洁其实是可以优化我们的财运的，让金钱呢自然滚滚而来。另外，保持厨房井井有条至关重要，它可以帮助你省钱，因为你会知道自己已经拥有了什么，并且不需要再去购买重复的物品。而且呢，它还可以在烹饪、膳食计划和制作杂货清单时节省你的时间。另外，当所有的东西都有指定的地方的时候呢，你就可以让自己的厨房变得更加的清洁，而且呢，清洁厨房也会变得更加的容易。整理橱柜实际上是让你自己井井有条的第一步。
接着你可以分类你的厨房用品，并摆脱扔掉长期你没有使用过的那些厨房用具。计划每年至少检查2次或3次橱柜以进行整理。你这样做的次数其实越多，你的厨房就会越实用越美观，你自己也会越富有的。所以亲爱的，宇宙指引你哦，听完这个占卜视频的话呢，一定要尽快寻找一个时机去整理一下你的厨房，并且养成这样一个好的生活习惯，会让你更加的有财富的运势的。好，接下来我们这边出现了第11宫这张牌卡哦。其实第11宫又称为富德宫、朋友宫，意味着集结拥有共同目的、价值观或兴趣的朋友力量来实践自己的理想。因此最近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是与朋友、社团、社群、友谊、团体、公司、希望、愿望等有关的。你可以通过自己的想法，通过自己的兴趣爱好，通过自己的一些项目的分享，集结到三观相合的人。那也可以用加盟的这种方式行动哦，代表着最近呢，在合作以及在你自己的人缘运势上面，在自己的人气上面呢，多多少少都是比较旺的。那这边呢，也想告诉你哦，如果你有任何的困难，或者是你需要有任何人给你一些指引，帮助你解决一些问题，给你一些支持，给你一些理解的话呢，身边都是有人可以帮助你挑战成功的。有时候呢，自己一个人埋头苦干，不如说找别人或者是找合作者一起来合作，突出重围哦。最近呢，是可以去很好的关心社会，去关注身边的人，并且呢，也可以加入到一些政治议题里面，让你跟身边的人呢，共同的收获到利益，也是可以让你变得更加的有智慧，变得更加的有上进之心，更加的有团队合作之力。除此之外呢，最近也可以去认识一些新的朋友，是有寻找到志同道合朋友这样的一种运势的。而且呢，在人际关系上面也很容易去建立一些陌生人之间的互动，也很容易呢去扩展一下自己的人脉。最近自己的情商还是不错的，很善于快速跟别人混熟哦。不管是接触到三教九流的朋友啊，还是说任何的艺术团体呀、组织活动的这种团体呀，去参加任何的活动的话呢，其实都可以显现你比较强的社交能力。大家呢会愿意去接纳你，大家呢愿意去认识你，大家愿意去肯定你哦。所以最近在社会上，你算是非常吃得开的，可以跟不同阶层的人呢建立一些联系。当然，自己多多少少呢，可能也会在这种热闹人多的场合开展一下你自己不小的影响力。最近去多的助人为乐呀，或者是参加一些社交联谊呀，或者是呢去透过自己的一些团体表达一些主张啊，或者是去做一些红十字会去做一些帮助啊，或者建立这种学校社团，参加乐团，或者是参加这种动物保护协会的话呢，其实都可以做得蛮好的，也可以呢让你打开自己的磁场，扩大自己的能量。所以亲爱的，最近你的人气是不错的，在自己的朋友啊、社交圈中呢，都可以获得很好的这种状态。那自然而然，人脉就是你的钱脉，自然而然呢，最近在人际关系上面呢，多一些爱，多一些奉献，多一些支持，会让你更容易获得未来可能出现的种种人际关系给你带来的机会，给你带来的资源。所以多多的走出你的家门，去外面的社会中认识一些新的朋友吧，去发展一下自己的人际关系，对你呢绝对是有好处的。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塔罗牌给我们的讯息是什么。首先第一张牌卡是圣杯5的正位，
可能暗示着未来一段时间你会为当下所发生的事情感到一些后悔。那么现在呢，你可能要问一下自己哦，你目前是否在有意识的做错了一些什么事情吗？还是你不确定即将做出的决定吗？当你在做一个决定模棱两可的时候，不知道如何去行动的时候，那就代表着可能这个决定都不是你喜欢的，都不是你期待的。那么先不要着急去做任何的决定，任何的选择，任何的行动，可能在当下呢多想一想，也许在未来你会得到自己头脑中更多的一些选择，或者是得到别人给你更多的一些意见。当我在讲这个讯息的时候，你头脑中第一反应的是哪件事情？就是宇宙想告诉你的那一件事情了。如果你要做出重大的决定，可能现在并不是为这件事情奋斗行动的正确时机，先不要着急，多一些耐心，那让自己呢可能多好好的休息一下，说不定哪一天自己睡一觉，早晨起来突然灵机再现，有了很好的一个方向，有很好的一个选择，好过于你当下现在的决定哦。另外，对于有的朋友来说，请你专注你已经拥有的东西，而不是你没有的东西。可能欲望、不满足、比较、不甘心等这些消极的情绪会激发你的负面思维模式。也许你会太多的看到自己有很多的不好，或者是别人都有的东西你为什么没有啊等等的，会出现这样的一种焦虑的情况。当你在一种焦虑的能量之下，当然可能就会容易决定错误，或者是让自己的行动呢比较盲目，比较没有真实的目的性，达不到你真正期望的那种目标。除此之外，在人际关系上面，在你的工作之中，在你的学业之中，在与人打交道之中，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别人的想法和动作，但是我们可以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任何事情都没有好坏，没有输赢，只有你自己愿不愿意。既然愿意的话，就不要去看别人会怎么做，就不要去用眼光盯着别人是否做得足够，而是看自己是否是真心的愿意。既然愿意了，那有没有努力，有没有做积极的一些想法，这是非常重要的。你知道吗？你的当下正在塑造着未来。当下如果你每天都是开心的，都是尽力的，都是积极的，都是乐观的，那么你的未来绝对不会差。如果当下你是焦虑的、悲伤的，或者是责怪的，那么你未来可能也会陷入到这样的一种消极的这种能量里面哦。因为我们的能量是越积累越多的，就像我们的幸运也是，就像我们的快乐也是。所以亲爱的，当下的每一天都在创造你的未来。你想幸福吗？你想未来快乐吗？那你从当下开始，多多的展露你的笑容，多多的幸福起来，多多的快乐起来，你的笑声越来越多，那么未来你的笑声会一直保持着，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哟。好，接下来我们这张牌卡出现了五角星9。其实这是一张非常好的牌，代表着你的未来充满着希望，一切最终都会好起来的。通过当下的宇宙给你的指引去做一些调整，去做一些反省的话呢，未来你将是光明的、积极的和充实的，你也会去实现你的目标。那么有的朋友可能正在读书可能正在进行培训或者是学习我们五角星9这张牌卡呢，告诉你很快你就将达到老师设置的标准，很快你就会获得老师对你的肯定，对你的信任。那这边呢，如果你已经在工作，已经在这种事业职业场里面，可以看到在未来你可能会有升职，或者是一些积极的改变，或者是比如说调动到好的岗位上面，寻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岗位，可能并不完全在你所追求的领域，但是会比你现在的事业岗位位置更好。也就是说，在未来呢，事业会更上一层楼。但是这边呢，也要给你一些提示
但唯一不好的事情可能是你已经在当前的这种工作场所达到了顶峰，所以在下一个阶段，你如果在自己工作岗位里面达到了最高的位置，你还想再高，你还有更多的这种欲望的话呢，那你可能就要去寻找其他的公司、其他的地方了。不过你的事业领域经历肯定会为你打开新的大门的，所以以后呢，在自己的事业之中都会有步步高升这样的一种能量，不用过多的担心，好好的享受你的生活，好好的热爱你的事业就好了，在事业中寻找乐趣，寻找喜悦的能量吧。好，除此之外呢，我们这边还有一个关于金钱上面的好兆头，因为五角星9是一张非常积极的牌卡，那如果你现在是在找工作的话呢，很可能你就会找到你自己期待的工作，或者是有其他更好的一些转机。有的朋友呢，可能还会找到一些意料之外的工作，而这个工作给你带来的金钱呢，会比你之前期待的会更多。那这边呢，有的朋友还会可能收到一些欠款，如果有朋友在欠你的资金的话一直没还，或者是一些项目款的话呢，他应该很快就会给到你了。这边还有一个讯息就是会在未来收到一笔金额，这笔金额也许是你的家人支持你的，也许是一些欠款，那也许是一些奖金。总的来说，自己的资金账户是会有更多的储蓄啦，这是好消息。好，接下来我们这边出现了宝剑2的牌卡，你目前的生活状况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平衡的。如果你想再去改善它变得更好，总是会寻找到办法的，不用着急。你需要多一些耐心，并且呢，告诉自己不要给自己太多的压力，不要给自己太多的这种精神紧张感。你已经在很好的一个位置上，去享受你当下的生活状态吧。你身边可能有人现在正在寻求帮助，希望你可以睁大眼睛看看身边谁是需要帮助的，你可以尽可能的去给予一些帮助，尽可能的去给予一些支持。这样的话呢，会建立好的业力，也会建立好的人际关系的。除此之外，有的朋友不要去拖延你自己身边的一些事情哦，不要去回避你身边的一些事情哦。看不见未来没有关系，不必担心，做任何事情只要是你愿意的，就尽力而为就好了。拖延症对你绝对不会有大的一个作用，反而让自己呢更加的没有勇气，或者反而让自己呢没有办法去做更大的一个突破。希望对于有拖延症的朋友啊，一定要去改正这样的一个生活习惯。还有就是在人际关系上面，不要去隐藏你自己的意图，有什么话就说，那有什么想法也都去说出来。别人是不知道你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意思的，别人不是你肚子里面的蛔虫，如果你不讲出来，人家只能靠猜，那人家可能只会站在人家的一个角度上面去想，很可能就会产生一些误会，很可能就没有达到你期望的那种效果。一定要清清楚楚地讲出你的一些想法，你的一些态度，并且呢，也可以去做真诚的一种沟通。实际上你越真实，你越是直接这种讲出你心里面的一些话语的话呢，你越是在人际关系上面可以建立互相信任的这种状态。如果你太圆滑或者是太羞涩的话呢，别人是不愿意跟你接触的，也会觉得你可能是一个很有心机呀，或者是很有城府的一个人。如果你不愿意对别人真诚的话呢，别人当然也不会完全对你真诚的。特别是有的朋友在这种情感关系里面呢，一定要去真正的去讲出来你对对方的肯定，你对对方的欣赏，对方做的好的地方要讲出来，对方身上做的你不满意的地方呢，你也要讲出来，不
憋在心里面，然后呢去闹脾气呀，然后去情绪呀，然后去生气呀，对方可能根本都不知道你在生什么气，对方可能根本都不知道他到底有做错什么，所以真诚的沟通绝对会对你有很好的好处的。好，接下来我们这边出现了宝剑骑士这张牌卡，这张牌卡呢让我们看到其实很快你就有机会改变你的生活中不好的一些状态了。当你对任何的事物说是的时候，说 yes 的时候，实际上生活就向你敞开。如果你说 no， 你什么事情都不要，你不要去做任何的尝试，任何的体验的话呢，那生活幸福的大门就会为你关闭。这边给大家介绍一部电影，是 Jim Carrey 的 Yes Man。这部电影呢，实际上可以给你很多的一些提示。其实生活就是这个样子，人生就是这个样子。对任何事情，你都是张开双手去迎接，并且愿意去体验，愿意去改变。所有的这些能量呢，都会让你更加的积极，更加的乐观。当然，你的运势也就会越来越好，好吗？另外呢，你应该去寻求你认为比你自己更聪明的人一起工作，除了可以形成非常牢固的联系之外呢，他们还可以真正的为你敞开心扉。你向别人去寻求帮助的时候，别人可能就会觉得他是值得你信任的，那你是有依赖于他的，他当然会很开心，当然会愿意去帮助你。在这样一种能量之下呢，你会收获到更多的友谊，你也会收获到更多的一些经验，你也会收获到更多的一些智慧。所以在自己的人生中一定要谦虚，并且也一定要不耻下问，不用太过于注重自己的自尊，太过于去显示自己是非常聪明的。那么向有智慧、向有能力的人去取经，去请教吧。在这样一种状态之下呢，你会更加的进步的。除此之外呢，如果你现在只有20岁或者是20多岁的话呢，希望在和有智慧的人交谈的时候，尽可能多的倾听，也希望你多去结识一下有文化、有营养，并且呢有学识、见过世面、很聪明的人，去跟他们喝茶，去跟他们聊天，去多倾听他们跟别人的这种交谈呢，都是会从中给你一些有很好的指点，给你一些思维上面的开拓的。20多岁呢，少去玩乐，少去做一些无谓的时间精力的这种消耗，在更多的于自己自我的这种文化、自我的思想上面的这种进化，这种去追求的话呢，当你到30多岁、40多岁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非常的有智慧，非常的有经验，你也可以去给别人做一些建议，做一些指引了。你也可以在自己人生的道路上面不用任何事情都去试错。已经有更成熟、年纪更大的人，他们已经经历过一些事情，他们已经总结出来一些经验了，所以你不用再去撞南墙了，而是从他们身上去学习更多的这种经验跟经历吧。好，还有就是目前对你身边的朋友不要去懈怠。如果身边朋友需要你去帮忙的话，希望你可以诚实的帮助他们，在你自己力所能及的帮助下，尽可能去帮助。除了金钱之外，不要借金钱给自己身边的人，恐怕这个钱呢有去无回，恐怕也因为这个钱会损害了你们本来单纯的友谊。好，接下来圣杯王牌这张牌卡非常的好哦，这张牌卡是一个很好的兆头。对于爱情来说的话呢，你会感觉到很多新的能量。你想单身吗？你想有一个新的关系层次吗？你想有一个全新的关系吗？任何选择都是有可能的。可以看到呢，你可能会建立新的关系，而且
这种新的关系呢，会让你感觉到人际关系上面是有蛮多新鲜的一面、好奇的一面，会让你可以看到呢很美好的一面。如果说你现在已经有恋人的话呢，那么你可能会找到你的伴侣新的一面，这一面呢是你以前没看到的，而这一面呢又激起了你的更多想象、更多的喜欢，那更多的激情或者是更多的兴奋感。如果说你是想恢复到单身状态的话呢，和你的伴侣好好的沟通，也许大家会好聚好散，也许他会给你一段时间，让你独立的去思考一下，让你独立去放松一下，给大家一些时限，最后再来决定到底是怎样。不过他会尊重你的决定的。如果你是单身，你想进入到恋爱状态的话呢，很有可能在接下来的时间，你多多的走出自己的家门，去参加人际交往的话，可能会发现新的让你心动的人，可能会产生这种一见钟情的瞬间，或者是会产生小鹿乱撞的这种心理状态哦。希望呢你不要害羞，遇到自己喜欢的人，请更加的主动，请你把控机会哦，不然的话呢，小心缘分错过。这个是非常好的牌卡，对于需要爱情的朋友来说。好，最后一张牌卡就是倒吊人的逆位。宇宙指引你，是时候在你的爱情生活中采取行动了，因为被动等待的时间，等待的这种期待已经结束了。你可能已经知道你需要做什么，如果你一直在拖延某个决定或者是行动的时候的话呢，那么现在是该向前迈进了，是该迈出自己的步伐了。还有就是对于有的朋友来说，你可能一直在抗拒宇宙试图带给你的一些教训，你一直没有去做一些反省或者是检讨，或者是你害怕对你知道必做的一些事情采取行动。其实最近这段时间呢，是你在灵性问题上向宇宙投降的时刻了。花时间去做一下冥想，花时间去做一下反思，花时间去做一下祈祷，并且寻求天使、守护天使或者是指导灵宇宙给你的指导。包括今天的这个占卜视频，听完之后好好的去思考一下，你也可以多重复听几次。现在呢，请臣服于宇宙的智慧，请相信世间万物都是神圣的安排的。比如说你今天看到这个占卜，那冥冥之中一定是你的高灵指导你、指引你来看到这个视频，其中一定会对你有价值的讯息。也许在当下那一刻，有些讯息你还没有办法有太多的这种反应，有深刻的这种感觉，但是可以在隔一天之后再进行一下聆听，也许会对你有不同的一些指引，也许可能就会让你茅塞顿开，或者是让你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当下的某一些事件。你的指导灵、你的守护天使，他们是非常爱你的，所以他们希望呢你更加的美好，所以他们也会按照你的要求去帮助你达到幸福的世界。不过呢，也需要你自己去做一些思想行为模式上面的调整。所以亲爱的朋友，宇宙给你的指引，未来会是美好的，在当下去做一些调整，你即将获得自己满意的生活状态，你也即将获得新的美好的人际关系或者是浪漫，你会变得更加的强大，你会变得更加的美好的。好，那我们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希望有帮助到你，记得点赞，记得分享，记得订阅。那我们就下一期再见咯，拜拜。Hello， 亲爱的，选择中间牌组的你，我们来看一下哦，宇宙给你的重要指引是什么？首先，你选择的这张牌卡是新月，月球是有强大的引力，导致我们海洋中是会有潮汐变化的，而这种引力呢，在每个月的新月和满月期间是最强的。我们人类又是由70%的水组成的，所以在新月和满月时，就像海洋的潮汐变化一样，我们的情绪也会被拉到表面，
感情也会得到不同的提升，并且在新月满月的时刻呢，我们会经历自己能量的最高和最低潮期，而新月的时候呢，是我们的低能量。我们可能会每个月在这一天中感觉到疲倦，感觉到内省，并且希望呢让自己从内去看自己的情绪，看自己的感觉。同时，如果我们充分利用这个时段的话呢，我们可以让自己重新整理自己新的角度，并且希望你知道哦，从精神的角度来看，新月实际上是开始新项目的最佳时机，因为你上一个月球周期的能量已经被净化了，所以这个时间呢，可以蜷缩在家里的火边，穿上毛茸茸的袜子，和自己相处的好时机。花点时间呢，可以思考一下你自己的感受，并尊重任何关于待在家里、取消计划和不回短信的想法。我们也可以在家做一个实现目标的新月仪式，因为满月仪式它比较专注于识别和释放你生活中的负面影响，而新月仪式呢，就可以通过类似的工具来引导你的注意力达到新的成功水平。我们可以静静的呼吸，点燃一支蜡烛，因为你的旧能量已经被净化，所以在当下可以专注于未来。然后写下让你困扰的事情，我们利用新月的能量来启动你的新目标。所以写下来之后，也许你会觉得不切实际，自己的梦想、自己愿望可能并不会实现，但是不要担心哦，用积极的言辞来培养你所希望的新的能量。当你完成这样的一个写下来的想法之后呢，你可以坐在新月之下，想象将你的愿望发送到世界上，发送到宇宙之中，把你的这种梦想清单与你脑海中的气球联系起来，并想象它正在慢慢地飘向天空。想象好之后呢，就把你的清单烧掉，用火烧掉，看着烟雾把你的欲望带进星星，带到星月里面，带到宇宙里面。那到底你是在星月的哪一个星月下的哪一个方向、哪一个地方进行操作的话，这实际上是你个人的爱好，你自己喜欢在哪里都 OK， 没有太大的一个界限。月亮会影响所有的生物，但是人类呢，是唯一能够充分体验到这一点的生物。所以下次你在晚上仰望星空的时候呢，注意一下月亮的相位，并记住它的能量如何丰富你的日常生活。因为太阳可以看到你的身体，月亮可以看到你的灵魂。希望我们可以借助新月的精神能量来帮助你领导更深情的生活状态。亲爱的朋友，不妨在下一个新月时刻简单的做一下这样的一个小仪式，或者静静的在家里面呢，去感受一下你内心的所有感觉，都是会帮你整理一下你的情绪，帮你整理并且看见你当下的生活状态，并且对于未来呢，有更多的期待与感恩之心。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这边出现的牌卡呢，就是不要动，请保持静止，在大自然中保持安静。可以漫步在树林之间，可以听树叶在风中沙沙作响，可以脚踩大地的声音，停下来去观察树枝上的鸟，去触摸树皮，去闻花香，或者是品尝一种生长在野外的浆果的甜味。我们大多数人都有这样的一种经历，我们知道大自然呢，实际上是一种香囊，是一个可以抚慰心灵的宁静之地。有时候呢，当我走在树林期间的话，我会闻到一丝淡淡的棉花糖香的味道，所以可以经常到大自然中去走一走，去体验那里的宁静。而那种寂静呢，不同于我们在其他任何地方体验到的寂静，它是最纯粹形式的寂静，能让我们的心灵平静，让我们的身体平和，并且呢，也会使我们的精神比自身更伟大的事物保持一致。当我们能够进入大自然的寂静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更清楚地听到和了解自己。但是现在看到人类正变得越来越像一个室内物种，正如我们需要在久坐的生活中腾出时间去锻炼身体一样，我们中的许多人也需要腾出时间到户外去练习保持安静，请与自然合一。
那以下的方法呢，希望你可以经常去操作。比如说，坐在外面，简单的观察你周围发生的所有的事情，尽可能的保持静止。这样做至少15分钟，然后注意你自己的感受，专注于树上的风声、溪流中的水声、海浪中的撞击声，或者是树上鸟语的声音。然后呢，让你的眼睛慢慢闭上，让你的注意力被这些声音所吸引。或者是你可以凝视小火，让舞动的火焰和闷烧的余烬吸引你的注意力。闻一闻烟雾，看着它在空气中飘散，躺在草丛中，抬头仰望天空中的云朵，地平线上的夕阳，或者在黑暗中发光的星星，或者闭上眼睛，专注于感受你脚下大地的存在和支持。当我们走进自然世界时，我们的生活视野将扩大，会想起生命的季节和循环，也会洗去头脑中产生的担忧。其实我们是属于地球的，我们也来自地球，我们与地球上的每一个生物都息息相关。无论我们是住在城市中心，还是在森林附近，无论我们住在哪里，我们总能接近大自然，接近风，接近雨，接近太阳，接近大地，接近天空。请多与大自然保持联系，这种联系呢，会让你更加的有感恩之心，也会让你的身心灵获得更多的健康。所以亲爱的，你是不是经常都待在室内呢？你是不是去大自然中的时间不多呢？希望你可以多多的去感受大自然，这样会让你提高更多的能量哦。这是宇宙给你的指引。好，接下来呢，还有就是宇宙建议你，让你知道烹饪和吃饭都是值得庆祝的活动。你是地球上最重要的生物，是身体、灵魂和精神的完美结合，这三者实际上都是需要充分的营养的。但如果你的身体虚弱或者是疲劳，你就没有办法去滋养你的灵魂和精神，你也没有办法让这三者呢和谐的工作。忽视其中一个，三个都不会达到平衡，三个都会让你的身体或者是心灵不舒服哦。所以一定要腾出时间吃得健康，享受味道、气味和感觉。一个滋养自己的人，懂得爱和关心自己的身体，可以通过正念饮食啊、计划饮食啊，或者是烹饪啊，来传达这种对自己的爱、对自己的照顾。请你学习为自己做饭，当然你也可以不必每天都做饭给自己，但是将自己为自己做饭呢，视为一种自我保健的形式和一种向自己传达自爱信息的方式，是一个很好的开始。请注意，在烹饪你打算吃和享受的饭菜时，你正在滋养着自己。有的人可能做饭不好吃，其实并不是因为调料不够哦，或者是自己的烹饪技术不高哦，而是因为你没有足够爱的能量。当你在烹饪的时候，你非常的有耐心，并且呢，也可以专注的烹饪，想象着这一道美食是给自己增加能量，是可以分享给周围的人的。在这样的一种能量之下，无论你做任何东西，它都会是很好吃的，因为食物也是能量，里面的感觉是每个人都可以感受得到的。除此之外呢，大自然也会为我们提供宽广而健康的馈赠。你可以在自家的阳台或者是室内空间种植一些食物蔬菜，比如说青葱、小白菜、菠菜或者是姜、蒜，这些都非常轻松的可以去栽培。在家里面呢，有一个空间去种植这些食物之后，然后再烹饪，与自己的家人、与自己的朋友分享，你会享受大自然的地球能量在你的身体周围流动的。这边呢，也给大家一个题外话，我们的肉体呢是通过猴子进化而来的，所以有时候观察一下猴子吃什么身体最健康，那我们人类吃什么也是对身体最好的，跟着猴子的饮食来吃，
你会发现你的身体更加的有活力，那更加的健康，并且呢会更加的有能力，更加的有力量，更加的有能量。其实人类并不是食肉动物哦，所以如果你经常在吃大鱼大肉，那如果你经常在吃那些红肉的话呢，你也可以减少一下这些动物之肉的吸取，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多吃一些新鲜的水果，会让你更加的有精神，也会让你有更多的能量，更多的有这种好的业力，好的状态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这边出现的是第5宫这张牌卡。第5宫呢，又代表着子女宫、男女宫、玩乐宫，那显示了个人的玩乐欲望和创作欲的所在，是内在童心和创造力的展现。同时这个宫位呢，也掌管着子女、爱情、才艺创作、娱乐游戏和投机赌博，也代表了最近这段时间你的人生会充满活力、热情和冒险。你自己呢，也会保持着人生如戏的态度，成为潇洒的生命玩家。那第5宫的原型是自我创作，反映出自我扩张的渴望，代表我们想用何种方式将独一无二的自我展现出来，并希望这个自我可以被人欣赏、喜欢和宠爱。所以亲爱的，看到呢，你将会进入一个不断自我创造的过程，并且呢，你也会自我扩张，你也有自我表现的渴望，不甘自己只是一个 nobody， 而是想要变得更加的耀眼，进而去告诉别人，你就是你，你是独特的，你是有魅力的，你是有光芒的，你是特别的人。所以让自己变得更加的有趣，让自己变得更加的有勇敢、有主动、有积极的能量呢，也是你最近的表现哦。这个是非常好的，因为你一有机会，你就会想去显示你自己的能力，表现你自己的才华。一有机会呢，你就会吸引到别人目光的焦点哦。特别是有的朋友近期呢，可能会比较容易迷上一些好玩的事物。那这种娱乐的事物呢，可能不只包含着肉体层面也有心灵或者是精神层面的。像是性格内向的人，可能会沉迷于影视啊、动漫啊、电玩啊、冥想啊这些休闲娱乐，或者是培养自己的琴棋书画等个人爱好，收藏各式有趣的玩具，从玩耍中感受到快乐，发挥创意，而让自己呢自得其乐。如果你是性格外向的人呢，你可能会近段时间去从事登山啊、钓鱼啊、赛车啊、冲浪啊、滑雪啊这些娱乐活动，或者是频繁的吃喝玩乐，去参加各式的派对聚会，尽情享受游戏人生的这种畅快的境界。特别有的朋友呢，是在一些重大的科学发明，或者是突破的物理法则，或者是创时代的这种哲学思考，以及外交军事战场上呢，都可以去展现你个人的创造力及贡献度的。因为你是可以让自己全心全意的投入，也可以让自己呢有足够的精神，有足够的能力，有足够的能量去表现出来。那还有就是如果你正在炒股啊，或者是你正在赌博之类的话，那最近呢其实是有一些偏财运势的。不过小赌怡情哦，大的赌博的话呢还是10赌9输，但小赌的话呢，小玩一下的话呢，应该是还是会获得自己理想的收获的。那如果你是在做股票啊、基金啊、期货啊、外汇的话呢，虽然你可能不会得到太大的一种报酬哦，但是小的一些报酬、小的一些收获应该还是会有的。你可以追求以小博大的快感，但是呢千万不要贪杯哦。偏财运是有，但并不是很多，好吗？玩一玩是 OK 的。另外呢，还可以看到在近期你自身的一些可爱的特质会被别人看到，
会被别人欣赏，那你也会看到自己实际上呢是很可爱，是令人着迷的，你也是会获得别人的一些可能表白呀，或者是邀约呀，或者是呢被你吸引，希望呢你可以跟对方有更多的一些机会。那么在男女关系上面的话呢，也可能会成为万人迷这样的一种状态哦。你也会去表现自己浪漫的情怀，罗曼蒂克的这种天生特质，在爱情之中呢也会是比较游刃有余的，你也会去展现自身的一些魅力。但是最近的一些桃花运势呢，可能偏桃花是比较居多的。如果想让这些偏桃花修成正果的话呢，还是需要更多的一些努力，还是需要更多的一些经营。其实星盘五宫它就代表了一个人的恋爱态度，他的恋爱状况，但同时呢，也包括了这个人的子女、创造能力、玩乐、游戏等等相关的领域。如果说你的星盘五宫落入的这种相位配置比较好的话呢，那么你在谈恋爱、子女、投资等等相关领域方面，最近都是会比较顺畅的。如果可能有一些凶星或者是有一些凶相位形成的话，那么也许在恋爱、投资、创造力方面会有一些挑战和阻碍。任何事情呢，我们不可太多，也不可以太少，保持在一种平衡，保持在一种轻松玩乐的这种状态的话呢，会让你化险为夷，会让你不会陷入到任何的挑战麻烦之中，会让你保持在一种相位很正的能量场的。所以亲爱的，在最近这一段时间呢，特别是在年底之前这3个月份，都可以好好的享受你自己美好的生活状态，对未来请充满这种希望的渴望吧。好，那接下来看一下塔罗牌给我们的讯息是什么。首先呢，我们出现的是隐者这张牌卡，代表着一条新的道路可能正在向你敞开，而你却因为外界的噪音和干扰而没有办法看到哦。有时生活会迫使我们去退缩，有时候是出于一种选择，但无论哪一种方式，我们都是从黑暗中去找到光明的。所以最近呢，你需要一个深刻的自我反省的时间，安排近期的某一个晚上，在家点个蜡烛，关掉手机，关掉网络，创造一个很自我的非常安静的空间。这种时刻呢，以便让你和你自己的内心和你的灵魂去独处。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之下，你也会听到自己内心的一些低语，并了解你的生活应该采取怎样的一种真正的方向上面的行进。你将在不久的将来花一些时间进行深入的灵魂探索，你可能会选择将自己从一种有毒的情况中解脱出来，而这种情况呢，是需要你和你所知道的生活脱节的。可能现在你感觉自己并不是特别的社交，并不是愿意参加特别多的一些活动，你可能会选择一些独处一段的时间。那么隐士这张牌卡呢，就带来沉思的能量，所以你可能现在正在评估你自己的状态以及你所有的人际关系。无论是柏拉图式的还是浪漫的，好消息的是呢，你在反省过程中收到的讯息会让你以更新的热情和清新的态度去做一些判断，去做一些决定，去做一些新的行动的。而有些在恋情中的朋友，你们似乎在觉得你和你伴侣的关系越来越疏远了，尽管你努力了，或者是你的伴侣已经努力了，但是你们之间的距离呢，好像目前来说会越来越大，这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孤独或者是悲伤。但是这张牌卡出现了，邀请你专注于你自己以及你自己的需求、自己的梦想、自己的愿望，重新评估一下你们之间的关系，哪一些品质对你来说是重要的。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把专注度放在愿不愿意这段关系呢，是否更有利于你，或者是未来在爱情之中呢，你会知道如何去打下坚实的基础。所以最近这一段时间呢，
给自己去反省一下，做一下冥想，都是极大的好处的。宇宙呢也指引你哦，千万不要着急去做任何的一些判断，任何的一些行动，去做一些自我内心感受的感知，去衡量一下自己真正想要的爱情，真正想要的人际关系，真正想要的梦想愿望是什么，然后我们再一次计划，再一次出发吧。好，接下来呢，我们这边出现的是战车牌卡的逆位。逆位的战车提醒你哦，如果事情变得艰难的话呢，请不要放弃。在不久的将来，你可能会面临一些挑战，而这些挑战需要你时刻保持着警惕，利用你的竞争天性。实际上，你是可以把这些障碍想象成在健身房锻炼一样，你训练的越努力，最终你就会越强壮。除此之外，人生就像打游戏，会有不同的关卡，结束了一个关卡，又会有新的挑战关卡的。但是你是用什么心态去玩这些游戏呢？你要知道，无论出现什么样的关卡，你都是可以挑战成功，你都是可以去打最后的 BOSS， 并且赢得胜利的。所以享受这些过程，在这种过程之中呢，品尝一下美食，看一下美景，多和喜欢的人接触一下，联系一下，互动一下，多和家人去旅行等等的，在这个过程之中去享受生活的浪漫，就会让你呢越挫越勇，就会让你呢在人生的过程中感觉到丰富，感觉到精彩。那另外这边还有一个讯息哦，对于有的朋友来说，如果你在爱情之中太咄咄逼人，或者是太强势，希望你的伴侣什么都听你的，那可能就会破坏你的恋情关系哦。因为战车的能量过剩，对于和谐的关系来说并不是好的兆头。与其试图控制一切，不如练习投入到对方的怀抱。另外呢，在你的事业和友谊方面可以找到生活的平衡，让爱来到你的身边，不要太过于的去专注你的爱情，不要太过于的去想控制你的情感哦，这些呢是会让你有很多的精神以及压力感的，也会让对方觉得会窒息的状态。爱情是重要的，但是你的事业、你的人生梦想，你自己不断的前进修行也是很重要的。还有就是在最近呢，不要急于去做重大的财务决策，避免冲动型的支出，避免超出你的预算，避免让自己呢去购买到一些没有价值的一些产品。如果你想去购买房屋，你想去购买汽车的话呢，也先不要着急，希望你可以多想一想，或者是让自己呢考虑得更加的长远。战车牌卡的逆位也表明你在财务方面需要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和目标。有的朋友可能现在在储蓄，希望自己富有，那这个富有多少才算是富有呢？给自己一个确切的数目吧，并且朝着这个数目不断的去储蓄，不断的是节俭，这样呢会让你更加的事半功倍，这样呢也让你的守护天使会知道你到底想要多少的储蓄才算是你想要的这种目标，想要的这种富有状态，它也会更加清晰的去帮助于你的。好，那接下来我们这边出现了五角星10的逆位。五角星10反转呢，实际上就代表你渴望的未来可能现在是没有办法完全掌握的，可能你梦想的未来并不是你真正想要的，而是别人对你的期望哦。现在你可能要去思考一下，你真正想从生活中得到什么？是不是要有很多钱？是不是想要一套大房子？是不是想要一个家庭？有时候这些东西可能会困住我们哦，会让你有一些偏执的念想。举个例子，我朋友给我讲了一件事情，某一天他的弟弟给他打电话，告诉他，姐姐，我想要结婚了。然后我朋友就说，那恭喜你呀，你找到自己心仪的女生了吗？那你们是有要建立家庭这样的一个打算吗？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呢？然后弟弟说，不是的，
我并没有找到恋人，但是我身边的朋友都结婚了，都生小孩子了，所以我觉得我也该结婚，该生小孩子了。所以这种时候呢，很可能就会被外在的一些影响去改变你自己的人生梦想，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养小孩的，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婚姻的，所以不能因别人都怎样了，所以你也应该怎样的这种状态去想你自己真正渴望的人生。所以多问自己一些问题，并且不被任何的欲望，不被任何的这种焦虑去困住自己的话呢，你其实是更加的自由的。因为有时候有的人喜欢家庭，因为他不是很要自由的人，但有的人他如果天生是浪漫喜欢自由的人的话呢，在建立家庭方面可能就会在某些方面去限制了你自己。特别是很多人在生了小孩子之后会发现，自己是很不适合生小孩的人，甚至有时候会去抛弃孩子。所以一定要考虑清楚，家庭婚姻对于你来说是你内心真实渴望的，还是别人或者是社会灌输给你的，好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宇宙希望你想清楚。好，另外呢，你最近和你的家人和你家族的关系如何呢？希望你可以多与自己的家人进行联系，也许你的家人联系会给你带来一些支持，或者是给你带来一些力量。当然父母呢也有一些唠叨的时刻，但是呢毕竟他们的这种唠叨对你代表着是一种关爱，有时候感受到这种心意，听一听他们的一些话语，你可以左耳进右耳出，因为让他们唠叨的人不多。另外呢，在他们的生活之中呢，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就会养成一些唠叨的事情，因为他们参与的活动或者身边的朋友并不多，所以他们需要去讲一些语言来解乏，来去让自己呢离开这种孤单的状态所以多倾听一下父母的话语，哪怕是他们对你唠叨的一些教育都可以听，让他们说一个痛快，让他们说得舒服吧，只要他们健康就好。请你学会对你拥有的东西感到满意，感到感恩。很多时候呢，我们会去看自己没有的一些东西，我们不会看自己已经拥有的。其实你拥有自己健康的肉体，你拥有自己可以保证生活水平的金钱或者是储蓄，那你可能没有一些财富，但是呢，你不要一直去看自己没有的，这些会让你感觉到压力，会让你无限去增大自己的欲望，会让自己产生很多的嫉妒之心，也会让自己慢慢的去培养自己的贪婪所以看到你拥有的东西，你会更加的满足，你会更加的简单，你会更加的开心。对于人类来说，真的不需要拥有太多的财富，这些所有的财富其实是地球的，不会是我们任何每一个人的，包括你的房产，包括你的车子，包括你银行里面的钱。如果你的钱放在银行里面，当你不使用的时候，那其实就是银行的，银行会用这些钱拿出去贷款拿出去钱生钱所以亲爱的，看你今天的钱包里面有多少，那这个金钱如果没有放很多，你是否会担心？你是否会觉得不够？你是否会有任何的障碍呢？当然不是所以钱包里面不需要放多少的这种现金，不需要放多少的钱，你就可以感受到快乐，你就可以感受到幸福。那最近在这种金钱的这种感知上面呢，去做一些调整太多对金钱的欲望，对于任何人来说都不是一件好事情。钱没有办法让我们购买到快乐，钱只是会降低我们不快乐的感觉而已。并且呢，一个人他的金钱越多，他的灵魂会越空虚，会越空乏，他的人生时间会更少，他会被很多无形的麻烦的事情所缠绕。所以亲爱的，请在金钱的感知上面重新去理一理你的想法吧。欲望越少呢，你会更加的轻松自在跟自由的。好，接下来我们这边出现了宝剑4这张牌卡。在朋友之中，
希望最近呢，你可以减少一些跟朋友的聚会，或者是朋友的一些郊游，或者是朋友的一些会议。你可以拒绝一些邀约，做一些不同的事情。有时候呢，你总是没有办法去 say no。有时候呢，你可能觉得别人都邀请你几次了，如果你还拒绝会不好意思。但有时候呢，你会把很多的时间、很多的精力花在别人的身上，而没有花在自己的身上。当自己想去玩的时候去玩吧，当自己不想去玩的时候呢，就不必硬要逼自己去参加，好吗？自己一个人的时候静一静，自己一个人听听音乐，看一看书，或者去大自然中散一下步，去锻炼一下，都是极好的事情。在幸福上面不用去外面找，而是你一个人就可以找到这样一种幸福。你一个人也可以去做一下新月的仪式啊，可以去大自然中冥想啊，可以做美食给自己啊，你仍然会感觉到这种幸福跟富足的。在金钱上面之前有讲哦，不要随心所欲的去追逐你的金钱，也不要随心所欲的去消费你的金钱。在购买大件物品的时候，给自己多几天的时间考虑。除此之外呢，我们宝剑4这张牌卡哦，也代表着实际上你是可以解决生活中任何困难、任何麻烦的。你只需要和自己建立联系和解释，尝试每天花一些时间独处，并练习自己的正念，让自己不断的提升能量。你将会遇到更少的麻烦的事情，你将会有足够的能量去化险为夷，去让任何事情雨过天晴的。好，接下来圣杯8这张牌卡，请你离开一些让你烦躁、让你不舒服的关系或者是状态，离开任何的矛盾、任何的争吵。可能最近呢，在人际关系上面，有时候呢也会出现一些对立的想法哦，有时候呢可能也会出现一些小小的争论。但是在争论之下，如果双方都有这种情绪上来，然后就开始越来越激烈，然后就可能把这种思想对立呢，倾听不同的意见变成了一种吵架，变成了一种很强烈的争吵。在这种状态之下，走开避开是最好的，以免自己去说一些破坏感情的话语，以免自己呢可能在这种脾气上头的时候做错一些事情。还有就是你最近是不是太多的去关注别人的生活了呢？你是否每天都在查看 Facebook， 看一下别人的情况，或者是在看自己的朋友圈，在看自己的社交媒体，看到别人好像生活的都好好哦，都好富有，都好快乐，然后呢，人生都是充满着精彩的。再看一看自己，好像有一些枯燥，有一些乏味。实际上不要去做这些比较哦，这只是你看到他们生活快乐的错觉而已。因为没有人会在社交媒体软件上面去发布不好的东西，都是发布自己很美好的一面，可能会是去摆拍，可能是有一些欺骗在里面。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呢，不要再过多的去看这些社交媒体了。你可以去乡下散一下步啊，你可以在自然的地方短暂休息一下，对你来说都是很好的。不要太多的留恋于网络，而是去看一下当下真实的生命，真实你周围的地球的能量，真实的大自然，每天每小时都在不同的变化的。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之下呢，你会得到更好的一些启示，你也会让自己的头脑更加的清晰，你也会让自己呢有更多新的视角的。所以离开一些烦躁的，离开一些充满着物质欲的一些事情或者是人是最好哟。接下来我们这边出现了国王这张牌卡，那这张牌卡出现在最后，它也是正位的，所以宇宙指引你，请为大的改变做好准备。
在不久的将来，你将不得不适应一套新的规则和规定，这可能最先会让你陷入到困境。但是如果你勇敢地面对这些挑战的话，最终你会感觉自己对自己的生活有了更多的控制权。你会知道你的努力当下的任何方向的这种行动都在创造你不同的未来，并且你也是可以控制走向怎样的一个未来大门的。哇，这一点是非常棒哦，是可以创造未来的能力。除此之外呢，你的事业现在正在全速的前进，你的效率将越来越高。那你自己的组织能力和你自己的纪律能力呢，都会让你在工作场所成为非常良好的一种状态。如果现在你的工作场所中有时候会有一些凌乱的话呢，有一些混乱的话呢，没有关系，利用好一些谋略，利用好像国王一些策划状态来改善与自己队友的协作，会让你的项目重回正轨的，也会让你在事业学业中的人际关系回到支持互相理解的状态的。除此之外呢，最近你还可以从上级、领导、老师那里得到很好的建议和指导，谦虚的去询问他们吧，让他们看到他们是值得你信赖、值得你依赖的。去寻求别人的帮助，实际上也是在创造人与人之间联系更多的机会的。如果在你身边有一个你去询问他，而他愿意尽心尽力指导你的老板，指导你的这种经理，或者是指导你的老师的话呢，请一定要多多的去跟他做这样的一种互动，多多的去询问他，向他取经，这样呢会让你们之间有更多联系、更多互动的机会的。而且看到在未来你将更加的有力量，你将更加的有控制权，你将更加的有权威，在自己的生活事业状态里面呢，会更加的有好的名声，并且获得大家的尊重，获得大家的肯定的，这是非常好的讯息。所以亲爱的，未来可期，也希望今天的占卜呢，多多少少让你打开一下自己的思维，对你有提示帮助作用。如果有的话，如果喜欢今天的占卜的话，记得点赞，记得分享，记得订阅哦。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祝福大家在地球玩得愉快，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亲爱的，选择右边第3组的你，我们来看一下宇宙当下给你的重要指引是什么。首先你选择的这张牌卡是转型变形。实际上在我们人生中会出现很多转变的过程，但是很少有这种转变的过程是完美的、优雅的，或者是轻松的。反而在我们转型之前，我们经常会陷入到变化、重组和暂时混乱的过程。如果在转换的时候呢，我们不以更广阔的视野去看待正在展开的神圣过程的话，我们很容易觉得自己的生活正在分崩离析。如果我们对转型的时候感到恐惧，我们会发现自己会在坚持控制中变得焦虑不安。当某些事情消失时，我们会感到悲伤、恐惧和痛苦。我们可能会去抵抗这些变化的发生。我们的大脑会告诉我们这个事情出错了，甚至可能我们做错了某些事情。如果我们在生活之中赔钱了，我们可能会感到失败。如果一段关系结束了，我们可能会觉得自己做的不对，自己有够失败的。如果我们的事业发生转变了，可能我们也会失去一些自我的意识。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正确的理解我们正处于一个转变的过程中，并正面的接受、开放、学习的话，我们就可以更加平静和轻松的度过转型期。实际上呢，当事情正在分崩离析的时候，当你感到困惑、焦虑和满脑子喋喋不休的时候，当你没有得到你以前得到的结果的时候，当你对周围的世界感觉不稳定和不确定的时候，当关系即将结束的时候，当人们正在离开你的生活的时候，当旧的生活方式不再有效地满足你当下的时候，
其实当你开始在你自己和你的世界中创造空间的时候，新的想法就会开始涌入到你的意识之中，命运会逼迫着你在现实生活中不得不面对，不得不出现某些人事物来刺激你，挑战你熟悉的习惯的做事方式，可能会召唤你进入到一种未知的领域，比如说离开一段关系，或者是必须追求一些新的职业，因为你已经被辞职，或者是你已经被辞退了。但实际上呢，失去、离开，每一次的选择，每一次的焦虑，都在告诉你的生活正在升级，令人难以置信的新事物正在向你走来。所以请深呼吸，放手，顺其自然。你现在想一想，你曾经过往所有当下觉得悲伤的不好的事情，最后又是怎样的一种转变呢？是不是有失才有得？是不是你的人生其实在不断的进步，你在不断的遇到更好的事情？是不是你自此变得越来越完整了呢？所以在当下你觉得苦难的事情，其实在经历之后会发现，这些事情的发生才会让你有更多的突破，才会让你去做新的一些行动，才会让你去创造新的一些模式。所以对未来保持期待之心，对当下保持感恩之心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不用对未来表现任何的担心或者是任何的害怕。我们人生中90%担心的事情都绝对不会发生的，保持着正向积极，相信你未来是越来越美好，越来越幸运的，那你自然而然是会越来越美好，越来越幸运的，因为你打开了幸运之门，你正在迎接幸运美好的事情的发生。所以每一次转型，每一次的转变，每一次生活中任何事情的改变，它其实都是好的。好，那接下来我们这边出现了一张牌卡，就是培育植物。宇宙指引你哦，希望你可以在自己的家中去养花或者是养草。那么之前呢，有人问我，Jessie老师如何可以成为一名占卜师呢？其实我的答案非常的简单，首先把所有的占卜牌卡的这种内容背记清楚，然后呢，每天给自己一定的时间去做占卜练习。最重要的是，请在你的家里面养9株玫瑰花。如果你能把这9株玫瑰花照顾得非常的好，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去给别人做占卜，你就可以给别人做很好的指引了。因为当你能够培育植物，当你能够去让鲜花可以去盛开的、绽放的美丽、充满活力的时候，那么自然就代表着你是可以善待生命的人，你是可以善待自己的人，你也是可以善待他人的人。所以亲爱的，在家里面养一株鲜花，去学习修剪，去学习耐心的培育，去学习去除草、去除虫，这样整个过程呢，对你来说是很好的一个保健，对你来说也是在养生，对于你来说也是在修心。它可以让你心旷神怡，它可以让你神清气爽，它可以让你忘记一切的恩怨是非，它也可以让你提高自己的能量，开始注重生命，开始让你呢对待人生、对待生命、对待自然、对待地球的能量有很多不同的感悟。所以亲爱的，可以去在家里面培育一些植物，如果家里面有阳台的话呢，可以去种植一些蔬菜，种植一些水果，也可以去种植一些美好的鲜花、美好的植物，或者是在你的书桌上面呢去放一些很好养的植物，这些呢都是会给你带来朝气，都是会让你心里面更加的舒适，都是会让你懂得生命的。所以宇宙指引你培育植物是很重要的。好，接下来我们这边出现的牌卡就是请保护你的火元素。
我们的家里面呢是需要温暖的，是需要这种火炉，时刻都是有火的，我们才可以享受美好的食物，我们才可以让你足够的温暖。所以你内在的这种火焰呢，身体里面内在的火焰，内在的这种火能量，实际上也是不能熄灭的，它必须保持着足够的火的能量，才会给我们带来足够的信心，才会带来给我们足够的决心和勇气，滋养我们在世界上行动的力量。如果我们身体里面，如果我们的精神上没有火能量的话呢，我们可能就会非常的消极，我们可能就会非常的懒惰，我们可能做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兴趣。那么请不定期的照顾和保护我们的内心之火，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你可以去参加一些仪式，比如说让自己与太阳的能量联系起来。太阳是快乐和活力的能源，在生理上，在心理上的象征都是如此。我们可以让自己坐在阳光之下充电30分钟，在太阳底下去散散步啊，或者是呢闭上眼睛坐在太阳下面20-30分钟，同时专注太阳对你的太阳神经丛的好处，就好像你正在充实一个好的心情，正在充实自己的能量库。我们在地球上所有的植物生物都是必须有太阳的这种阳光洒入才有足够的生命力的。所以在我们生活中，有的人会很怕晒太阳，特别是亚洲的朋友会去想要美白，但实际上很多没有足够晒到太阳的人，当他们老年的时候呢，他们会出现一些不健康的症状，他们可能缺钙都是小事情，但是太阳是会帮你杀菌，太阳是会让你的生命更加的延长，更加的健康的。所以一定要不时的去晒一下太阳，去抗御我们的忧郁症啊，去增加我们的心理健康啊，也让我们拥有好心情，也让我们对任何事情保持热情，也可以让我们呢增加自己的寿命，也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呢更加的有力量，更加的强壮。我们也可以练习一下火的呼吸。那请让你的背部挺直，盘腿或坐在椅子上，双脚放平，胸口打开，太阳神经丛会自然张开。我们深吸一口气，腹部自然的膨胀，然后用力和速度通过鼻子呼出空气。你必须用鼻子发出响亮的呼气声，腹部排空并缩回，让吸气自然发生，腹部轻轻地重新充气，然后再次通过鼻子用力呼气。这也是我们道家太极中的下沉丹田呼吸法。每一次的吸气，感觉有一股气流注入到你的下丹田时，每一次呼气要缓，要匀，要慢，意念呢要轻要淡。经过5到15天的练习之后呢，你就可以让每一股气流下注到下丹田，并且会让你的身体里边的脾、胃、肠、膀胱、肾等疾病都会好转或者是痊愈。那这样的一种呼吸法呢，也会让你的身体一直保持着火能量。另外呢，这边老师也可以给你介绍一个清火仪式。火是一种强大的净化元素，所以你可以试一下这个仪式，帮助你去滋养你内心的火焰，让自己摆脱一切可能阻碍你行动的力量。首先点燃蜡烛或者是小火，然后坐在安静的地方，闭上眼睛一段时间，专注于你的内在自我，去保持你舒畅的这种呼吸，并且呢，让这种呼吸流通到你的全身。然后在一张纸上写下来，你想自己实现怎样的一种生活目标，你想自己有怎样的一种改变，你希望自己呢有怎样的一种进化。然后在另外一张纸上写下你心里面负能量障碍的一些事情，什么事情阻碍了你实现自己当下的这种人生目标，什么事情呢阻碍了你采取的这种行动。然后也可以写下来，你害怕什么，是什么阻碍了你的前行，什么阻碍了你的进步，那什么是不好的行为，
等等的，写下这些之后呢，就把这些纸扔进火里面，看着它慢慢的燃烧，想象一下你的障碍、你的恐惧都慢慢消失了，好像身体里有什么东西正在释放，你内心的火将被重新点燃，你有力量和决心去行动了，服务于对你好的正确的事情，你会开始让自己内心又充满着火焰，去照顾你自己的火元素、信心和决心的。所以亲爱的，保持你内心的这种火元素呢，让火焰指引着你，即使是在黑暗或者是怀疑中，但是你是真心的，但是你是坚定的，相信没有什么可以阻碍你创造你幸福的未来。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这边出现的牌卡是第9宫。第9宫又称为迁移宫或者是文化宫，那么它关键的主题代表着有长途旅行、远方旅游、宗教信仰、进修深造、国外事务、异国情缘、国际关系、高等教育、法律道德、哲学观、智慧出版等。那么第9宫的人代表着你最近呢正会拥抱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样的一种理想哦。最近的学习能力是很强，学习感悟能力也是很强，吸收文化的这种开放度也是蛮强的，自己呢是很愿意去学习，很愿意去开拓自己的视野，很愿意去见一些世面啊，开拓胸怀啊，提升自己的视野啊。也有朋友呢很想去出国旅行，或者是有一些移民国外的考虑，也会想去长居其他的地方来体验不同的文化风情，或者是体验地球不同地方的这种能量、这种状态。所以最近自己在日常生活中会有一些不安定的倾向，可能会因为一些就学啊，或者是因为一些工作因素需要一些长途往返，或者是远行出差这样一种状态。另外呢，自己也想去做一些流动移动的期望，有的朋友也可能会去搬家，也想着去其他地方生活，其他城市、其他国家发展哦。而且最近呢，你的这种进修深造能力都是蛮强大的力量的，你会去吸收别人的智慧或者是经验来完善成熟自己的内在。即使可能你没有去参加培训班，或者是你已经不想去学习，但是在你的工作之中，你都是可以去看到这些优秀的人，他们是如何成功的，他们的专业度是如何培养的，然后呢，你都会吸收并且消化，这一点是非常好的。近期是有不错的出国运、留学深造运势或接收高等教育的机会的。总之呢，近期你会去不断的探索自己的人生目标，追寻自己生命意义，并且透过学习、思考、旅游等，展现出自己的世界观，会让自己达成高层次的精神目标，会让自己呢建立信仰，或者是在信仰之中呢有更多正面积极的感悟。那如果你平时是有烧香拜佛、请愿这些行为的话呢，那在近期也可以多多去一下自己习惯的，或者是给予你舒适能量的庙宇，去做一下祈祷，去做一下祈福，都是蛮好的。你的守护天使或者是你的神灵、你的高我会多多少少听到你的请求，会多多少少听到你的需求，他们也会尽可能的去帮助于你的。而你的精神世界能量呢，也会逐渐增强，内心的这种满足、积极感呢，以及自我提升修养、自我进化的这种心思、这种状态也是会蛮好的。由此看来，神灵将在近期助力于你，并且他们是会给予你足够的照顾、足够的保护、足够的关爱的。非常幸福，非常好哦。好，接下来我们这边出现的五角星王牌的逆位，逆位可能暗示当下财富的消极的一方面，
可能你会过于担心自己没有办法去完成自己计划的事情，可能你目前的资金呢存在的一些问题你需要检查一下你在自己的消费上面是否是在做一些无效的支出，是否在购买一些没有可以为你带来价值的产品。另外呢，可能在网络上面有时候之前你可能交的一些费用那比如说一些每月扣款的一些账号是否没有停止呢？是否仍在每月交款呢？是否是有一些金钱上面的流失自己没有注意到呢？所以多多的检查一下除此之外呢，有的朋友你一边希望自己富裕，一边呢又是很懒惰的。实际上呢，获取金钱有2种方式，一种就是时间换取金钱。你每天工作8小时和你每天工作20小时，你的收入当然是不一样的。如果你每天打2份工，工作16、17、18个小时，跟你每天只有1份工的收入当然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用多少的时间去工作，你自然就会有多少时间的收入。第2种呢，就是能量收获金钱。你可以做冥想，你可以做美好积极的一些事情，善良的一些事情，不断的去提高自己的能量，去修自己的修行。你能量越高，那你获得的金钱也会越多，金钱是会追逐着你跑的。除此之外呢，钱也是节俭出来的，钱并不是购买出来的。所以亲爱的，在金钱的这种理财方面记账方面节俭方面你可能需要有更多的关注，才可以让自己更加的富裕而且不能光想不做，不能只是在那里做白日梦。好，第2张牌卡就是权杖2的逆位。你可能会害怕尝试一些新的事物，想想为什么会这个样子。你最近是否会感到孤立，或者是某件事情改变了你对世界的看法？可能是你突然失去了冒险的感觉，你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个样子。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颠倒的2根魔杖建议你给自己一些时间。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被选择所淹没，我们的大脑需要一段时间来处理摆在我们面前的选择。所以当发生任何需要选择做决定行动的问题的时候，多问一下自己，多去肯定一下内心的想法，多去知道自己真实的是想要什么，再去做决定。不要匆匆忙忙的去做任何的这种选择。了解清楚自己之后，了解清楚自己的目的、自己的目标、自己的人生意义、自己想完成的人生状态之后，再去做选择。当自己茫然不知所措的时候呢，你做的所有的决定可能只会让自己更加的迷失，或者是呢让自己走错方向同样你也需要给其他人时间做出包括你在内的决定。如果你希望别人与你一起去参加什么，或者跟你有任何的这种互动，当他要去做这样的一个决定的时候呢，给他一段时间。在感情里面呢，如果你希望单身，或者是你希望跟别人在一起的话呢，也给他一些时间去做决定。在自己没有想好的时候呢，去逼迫自己或者是别人做任何的决定，都是不负责任的一种态度还有就是为了消除任何的焦虑的话呢，和身边的人进行长时间的交谈，实际上是一个好的主意。如果你跟你的朋友有误会，或者是你跟你的伴侣之间呢有误会，有不舒服的地方，那么希望你可以去做真诚的长时间的沟通，多去倾听一下对方的想法会让你呢对于现在对于未来有更好的决定。除此之外呢，宇宙也建议你当下可以花一些时间和你伴侣或者是和你认为最好的朋友一起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不要把自己的想法过多的放在未来，未来并没有发生，它永远都是因为你当下的快乐，未来就会快乐了。如果你当下焦虑的，未来也是会焦虑的。所以不要去担心自己的未来，或者是去想自己的未来会怎样，而是当下呢，你可以跟自己的朋友、自己的家人去做一些
比如说参加红十字协会啊，去帮助一下穷苦的人民啊，或者是去孤儿院去支教，或者是去这种狗狗的寄养所、狗狗流浪之家去帮助啊，这些呢有意义的事情呢，会让你更加的关注当下，会让你看到其实你的生命是非常美好的，其实你可以做很多有爱的给予的事情，其实不必为一些小的麻烦、小的一些障碍去给予更多的时间与精力，顺其自然，保持安心，去做很积极美好的事情，会打开你的世界观，会让你的生活更加的有感恩之心，以及更加的愉悦的。另外呢，如果你刚开始一种新的饮食习惯，我希望你可以继续的坚持下去，即使你还看不到结果，但是过一段时间你就会适应了，过长一段时间你就会看到好的结果了。有的朋友可能通过疗愈，或者是通过占卜，或者是通过某方面给你的一些启示，你开始去忌红肉，就是不再吃鸡肉啊、羊肉啊、牛肉啊、猪肉这些带血的肉，但是可能会改吃海鲜或者是鱼肉。那在这方面呢，也许短时间之内你会觉得有一些不适应，或者是看不到太大的效果，但是你吃了半年或者是1年之后呢，你会看到自己明显的皮肤变得更好了，自己的精神状态呢更好了，那自己的身体呢不会很沉重，会更加的轻松了。所以在一段时间之后，你自然会看到很好的一种状态的，并且呢，在做这些坚持的时候，也不用太过于的苛刻自己，或者是太忽视自己的心态了。去从吃荤变到吃素，也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有的人呢没有办法突然之间呢做大的一种转换，但是你可以先从每一个月的新月、每一个月的满月去吃素，慢慢的变成每一周的周末去吃素，慢慢的变成每一周的周末去吃荤，等等，慢慢循序渐进的来让自己可以坚持，不要让自己过度的劳累，不要让自己过度的压抑哦。好，接下来我们这边出现了五角星6的逆位，可能近期或者是未来呢，有身边的人会找你借钱或者是借东西。那在这边呢，宇宙给你提示哦，记得救急不救穷，除非是非常着急的事情，比如说对方他的妈妈要住院啊，要做手术啊，没有足够的金钱做担保，那是需要找朋友借助的。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之下，你是可以去借的，但其他的任何的不着急的理由，那你只是在助纣为虐。你可能这份钱借出去之后呢，最后是还不回来，甚至还会失去朋友，还会损失友谊。所以最好是不借钱给别人，最好是借的这个东西呢，也没有想过要收回。如果是在这样一个状态之下，是可以借的，好吗？这边呢，宇宙提醒你，有可能这个钱有去无回，是白白的消失掉了。好。另外呢，也要提醒警惕一下你自己的慷慨行为，请注意你为他人付出和帮助了多少，因为有别人呢可能会利用你的善心，可能会利用你的大方，可能会利用你的慷慨哦。最好人与人之间呢，大家都是互相平等的，大家都是 AA 制的这种状态，会是在更好的情况，不会出现任何的威逼利诱哦。同时五角星6反转呢，也意味着有时候帮助最痛苦的人并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有自己的业力关系的，他都是要去受一些苦，他都是要去受一些难，他才可以成长，他才可以突破，他才可以醒悟的。有时候呢，你太过于的去帮助别人，也许就会让他养成依赖之心，也许就会让他没有办法去改掉自己的坏习惯，或者是看到身上不好的地方。如果你愿意去提供一些帮助，提供一些伸出你的双手，你是愿意乐于助人的，但是呢，也事先检查一下
你是否出于正确的原因在提供帮助？你是否并没有去助纣为虐哦？好，这边呢还有一个讯息。近期可能是没有太多的贵人运势啦，你借不到外在的力量，但是你自己就是你自己的贵人。你需要去解决麻烦，你需要去克服挑战，你需要去改变任何的坏习惯，你需要去改变周围的这种生活环境，你都是可以去通过自己的行动力去挑战成功，去改变成功的。不需要去依赖他人，不需要去等待救兵，等待救援，你自己就是可以创造你的幸福生活，你的稳定人生世界的。好，接下来我们出现了愚人牌卡的逆位。对于感情中的朋友啊，如果你正在寻找爱情的话呢，那就请你去把自己放在寻找爱情的地方。你没有办法在你的家里面找到你的灵魂伴侣的，你需要走出去，去认识更多的人，去接触更多的社会，去参加更多的团体，更多的组织。最好呢是去参加你自己很喜欢的兴趣爱好班，在相同的兴趣爱好班里面找到有相同兴趣爱好价值观的人的几率会大很多。如果你很喜欢锻炼的话呢，那你去参加更多的一些运动组织，或者是去一些锻炼场所，你很可能就会找到相同观的人。如果你喜欢猫咪的话呢，那你就可以经常去猫咪咖啡店啊，在那里很容易就寻找到共同喜欢猫咪的三观相同的朋友，这样的几率会很大，好吗？希望呢你可以多多的走出去，真正的用你的乐观，用你的乐趣来对待你的爱情生活。另外，有的朋友不要因为对风险而过敏而放弃一个很好的职业机会哦。可能你现在在一个很稳定的工作岗位上面，但是呢你会觉得非常的枯燥，非常的乏味，那突然出现了一个很好的其他的工作机会，但是这个机会呢可能会让你觉得也许在这个工作里面待不了很久，那也许呢不是很稳定的一种状态，也许你当下的工作是稳定的，所以你可能不会去追随你自己的激情，你可能会害怕去找到你梦寐以求的工作，可能就是因为内心有一些恐惧而已，或者是设想的一些焦虑状态，设想的一些害怕。亲爱的，千万不要对未来害怕，你知道吗？也不要去对风险害怕，希望你有更多的冒险精神。我们的人生中呢，多一些丰富的经历，多一些精彩，自然是好的。没有任何事情是可以保持一直不变的，你永远都不知道下一秒世界会发生什么，最主要的是当下。你自己是充满着活力的吗？你自己是充满着好奇心的吗？你自己是充满着兴奋感的吗？如果是的话，去感受就好了。你经历的越多，你自然能力就越高，你能力越高，你自然而然你收获金钱的这种能力也就会越强。我们每个人都是动物，我们是有生存的本能的，所以你现在只是更换一个工作而已，不必有太多的担心，这些呢是与你的健康，是与你的寿命不会有任何的影响，不会有任何的关系的，所以追逐你所爱，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我们本来就是到地球来体验生命，体验人生的过程的。另外呢，不要试图控制任何的事物哦。你可能会觉得一些事情呢，一些人际关系啊，或者一些事情的发展都不在你自己的控制之下。当你觉得不受控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害怕，可能就会担心。希望你不要去想着控制任何事情，希望你可以顺其自然。你要知道，宇宙是会支持你的，
而你的灵性进化也是需要你去相信宇宙的，即使你可能看不到事情会如何发展，未来是什么样子，但是相信宇宙是爱你的，它会把你引导到正确的地方，把你引导到正确的时机，把你引导到最幸福的状态，让你在地球学校上面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进化。保持这样一种信仰的积极的话呢，你会更加的喜悦，你会更加的开心，你会对万事万物保持着正向的理念的。这边愚人的逆位牌卡也给部分朋友一些建议。你现在是否在对你自己的肉体健康做一些负面影响的危险行为呢？你是否在滥用药物？你是否每天抽烟很多呢？你是否在经常酗酒呢？你是否在很多的坏习惯养成自己疾病的行为呢？希望你去注意一下自己身体的健康哦。也许你当下的一些毛病并不会在近几年里面显示出来，你肉体上面出现问题了，但是循序渐进，积少成多，也许你当下的坏习惯正在触发你可能10年或者15年之后20年之后产生重大疾病。所以现在开始保养自己，现在开始照顾自己的肉体，到你老年之后呢，你才会觉得舒服，你才身上不会有任何的疼痛，自己呢也不会有任何坏的一些疾病，你自己也不会在年轻的时候挣到的钱，最后到了老年又去治病，又去还给医院或者是还给国家。所以亲爱的，关注自己的肉体，让自己的肉体健康，让自己的心灵愉悦，让自己养成生活中的各种好习惯，实际上就是最大的富有，实际上就是最大的财富。好，接下来我们这边出现了圣杯10的逆位，那可以代表一个尚未完全实现的未来。有什么东西是阻止你到达宁静充满爱的地方呢？是时候分析一下你的生活了。你的生活中，你对哪一些部分是不满意的？如何去改变它们？是谁或者是什么事情阻碍了你去实现生活充满爱的这种舒适的目标的？如果现在呢，你感觉到消极，没有关系，消极会带来反思，会带来改变，会带来重生，也代表你可能正在最近寻找正确的道路。近期给自己一定的时间去远离人群，远离手机，远离网络，远离社交媒体，让自己安安静静的在家里面点一个蜡烛，好好的想一想你到底想要什么，如何让自己更加的幸福，如何让自己更加的完美，如何让自己的人生更加的精彩呢？好好的去思考一下，让自己呢充满更多的希望，让自己确定你的人生目标，你的人生意义。在这种状态之下呢，你的人生不会再出现任何的茫然紧张压力之感的，你会让自己的生理心理都会更加的健康，你也会让自己对待任何事情呢都是张开双手迎接的，好吗？这一点非常重要，宇宙指引你一定要去这样做一下，不要再被一些喧哗的声音、复杂的这种社会环境所影响、所干扰了。好，最后我们这张牌卡就是权杖侍从，预示着你即将打开新的一页，你即将有一个全新的生活方式，你是很有能力去改变的。可能当下对于有的朋友来说，你的运势或者心情已经低入低谷了，有些事情呢可能已经不能变得再糟糕了，那也就预示着你即将有一个非常棒的未来。那我们也知道，股票低落之后它一定会反弹的，所以你的运势正在慢慢的上升，你自己呢也会有更好的一些行动，你自己是有足够的化险为夷，挑战生活琐事的能力的，你也会有一个更加开放自由的未来，只是需要在你的情绪上选择上更加的正向，更加的积极，更加的无所畏惧。
如果你特别害怕某些事情的话呢，请你在长期目标中去明确这件事情，并且解决这个问题。一种有益的生活方式是分析你的恐惧，然后将它们转化为目标。你会越挫越勇，你越是面对恐惧，你就越会把恐惧感变成机会感。现在是挑战的时刻，未来是展翅高飞的时刻。权杖侍从这张牌卡在浪漫中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迹象，你会期望在任何的人际关系之中建立更深的深度联系。当谈到寻找爱情时，那我们的权杖侍从也是一个特别好的迹象。如果你有时间，并且你正在寻找让你心动、让你进入到恋爱中的人，请期待未来你即将会找到一个为你倾倒的人，他会看起来是你想要的梦中情人，是你想要的理想目标。总而言之，权杖侍从是寻找到爱情的好兆头，希望你期待一种新型的关系，那是一种自发的并且令人兴奋的，你也会更加的热情，你也会更加的充满魅力。无论任何事情，保持着积极的行动，你都是会有好的结果的发生的。所以亲爱的，宇宙指引你去做一些小小的调整，去做一些改变，在自己的思想行为模式上面呢，更加的积极正向，去享受转型的过程，去养育鲜花，并且去增加自己的火能量，去做这样的一种火元素的仪式吧。在这些调整之后，相信你会享受你更加完美、更加幸福愉悦的生活状态的，并且在你的生活中多多展露你阳光灿烂的笑容，你将会吸引到更多甜美的人来到你的身边的。好，那我们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祝福大家，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